徒儿想要清心琉璃盏为小师妹疗伤，还望师尊成全。这里是傲视仙途的书内世界，我竟然变成了那个即将被废去全身修为、凄凉终老的短命原主，而你就是那个踩着师门骨血上位的男主。小子，你这师尊今日有些不对劲呐，莫不是舍不得那宝贝？舍不得？我是他唯一的弟子，他的东西迟早都是我的，连这点东西都舍不得，这种师尊不要也罢。不借。师尊，小师妹情况紧急，我又不是一休，受伤了去找丹阳长老，找我干什么？灵儿真的好难受，求族长老大发慈悲。师尊，你要去哪儿？思邈，你来的正好，去丹顶阁给我守3天火候。去一趟百草园，把阵法辅材采回来。我御寿园新进3头灵尸，正要他去照料。护宗大阵事关宗门安危，乃是重中之重。四长老，你先去。为了这群自私自利的家伙当牛做马300年，真是愚不可及。住口！思邈今日前来，是为一事。我自请下山，退出天眼宗。退宗？他疯了不成？胡闹！思邈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很清楚，我修为停滞，德不配位，故自请离宗，还望宗主成全。退宗大可不必，不如降为杂役执事，去百草园或御寿园管管，也算有个去处。把我当成免费的牛马榨干，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叶哥哥，司长老是不是因为我们才生气的？小子，大好机会！红鸾长老乃合体期大能，且名下无徒，再过几个月便是宗门大比。跟着思邈这个废物，你拿什么去争浩星宗的名额？师尊，弟子知道您平日辛苦，心中对宗门有怨气，但您身为长老，当以大局为重，切莫辜负了宗主和各位长老的一片苦心啊！哼！司长老，本座知道你心中有怨，但凭你那点微末道行，在外面恐怕连3天都活不下去。你当真想清楚了？我想你们误会了，我不是在跟你们商量，我是通知你们。晚了，我看他在外面能活几天。不过是虚张声势，过2天就会哭着求着回来。让他走，本座倒要看看他能硬气到几时。走，去看看红鸾长老。爽，终于不用给那群蠢东西铲屎了。我去，9重小境界，每个都比别人的大3倍，这他妈是传说中的极境啊！虽是元婴初期，但真打起来，大圆满都得跪下叫爸爸，真是捡到宝了。你比剑吗？我金丹中期，修为比你低，你不吃亏。赢了我，这剑给你；输了，你给我30中品灵石。行啊，正好我想试试招，来吧。在下沈渊请赐教，得罪了。我就弹了个脑瓜丹，这就飞了。一指弹飞金丹期，这不符合修真界基本法。前辈等等，我输了，但我没钱，能不能先欠着？沈渊，你个兔崽子又跑出来丢人现眼！让你在后山劈柴，谁让你下山的？我看世伯为灵石发愁，就想赚点钱。别骂了，我都说了，这破宗门守着干嘛？大殿屋顶拆了卖废品，大家纷纷凑个路费散伙得了。无道宗李长寿，文人归沈渊。
好家伙，一山不容二虎，除非都是炮灰。没想到下山直接撞见倒霉同行了。我觉得这宗门不该解散。我观贵宗紫气东来，乃大兴之兆。这位道友，家事不劳你费心。哼，那行，把剑或者50中品灵石给我。你徒弟比剑输给我了。道友，我们这情况卖了宗主也凑不齐啊。没钱好办，在下刚刚离职，目前无业。既然你们还不起债，那就换个法子。请问你们无道宗还缺长老吗？师弟，我是不是最近穷疯了，出现幻觉了？有人要来我们这破庙当长老？哼，这位道友，你可能有所不知，我们无道宗不发月俸，没有丹药，自己倒贴伙食费，就连洒扫弟子都养不起了。无妨，我可自给自足，给个洞府即可。我辈修士当清心寡欲，一心向道。可天眼宗上下为了虚名互相倾轧，这种乌烟瘴气的环境，如何能正得大道？我思邈不求名利，只求一方净土。我看三位虽然身处困顿，却眼神清澈，想必是真正的一心向道之人。原来如此，是我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难为道友一片赤诚之心。赤诚个屁！我纯粹是兜里没钱，白嫖洞府。道友请看，此乃我宗登天梯，历经万年风雨，古朴雅致，每一步都沉淀着历史的厚重。不错，古朴沧桑，很有复古感，比暴发户式的宗门有味道多了。此乃观云亭，坐山观云，意境非凡，视野开阔，通风透气，更利于感悟天地。奇怪，今日轮值的赵师弟怎么不在？你们这是干什么去？我二舅老爷刚生了孩子，我要回去随礼。我娘说家里的灵珠今天早产，我得回去给她接生。你还笑得出来？这是好事啊！这帮兔崽子主动跑路，我就不用给他们发遣散费了。天助我也！道友，你也看到了，这宗门啊已经名存实亡了，不知道友可还要加入？小样，出身大宗门的人看到这样还不得连夜跑路？惊心动魄，好啊！道友，我刚才可能是饿昏头了。你是说你要留下，在这儿这个鸟都不拉屎，甚至连老鼠都要搬家的地方？不错，贵宗门有一种返璞归真的美感。师兄，你就少说两句吧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带你小师叔去洞府！虽然久未助人，但只要打扫一下，那就是风水宝地。小师叔，这边请。到了。抱歉，小师叔，弟子这就打扫，很快就好。我看你们宗门地界也不小，怎么混成这样的？四长老有所不知，不是师父和宗主想散伙，是实在交不起税了。买地开宗立派，每年都要向仙盟天律阁缴纳地皮税和人头税，逾期不缴就被强制除名。历练秘境有入场费，连坐牢都要缴费，没钱交就得去挖灵矿抵债，直到累死为止。资本都残害到修仙界了，原书里叶辰开挂横着走没写这些，怪不得天眼宗那帮人笃定我活不下去。杀的！怎么了这是？那帮跑路的小兔崽子把我们最后一袋灵米也给顺走了！天要亡我无道宗啊！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散伙吧！咱们现在就下山要饭去吧！别嚎了，多大点事儿，至于哭爹喊娘的吗？没钱就去赚啊！赚？拿什么赚？你会炼丹，会画符，没用的。摆地摊卖的那点钱，填不上地皮税那个大窟窿，那可是整整3万灵石，除非去抢钱庄。抢钱庄犯法？谁说要去摆地摊抢钱庄了？找个肥一点的秘境不就得了？司长老啊，你是不是在天眼宗待久了，不知道外面的行情？秘境何时何地开启，那是绝密中的绝密。等我们知道的时候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是啊，这就是命。咱们这种底层只能捡人家漏下的残羹桑榆，想靠秘境翻身，下辈子吧，
还是散伙实在。不知道哪有秘境确实是个问题，但我知道啊。5天后午时，云雾山脉北坡会有个小型的黄级秘境开启。别的不好说，外围的半灵绳草雾隐花管够，也没什么厉害妖兽，只要跑得快，薅秃一层皮不成问题。按照现在的市价，一株雾隐花5块下品灵石，那里面起码长了几千株。咱们要是动作快点，司长老，你说的可当真？我明白了，定是天眼宗的消息。天眼宗家大业大，肯定有自己的情报渠道。哎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事不宜迟，咱们赶紧出发。沈渊，快去收拾行李。师兄，你看家。且慢，知道了秘境消息又能怎样？我看你们是高兴得太早。师兄，你又想说什么丧气话？仙盟律法规定，凡在册宗门在籍人员不得少于5人，否则视为非法集会，强制解散并收回地皮。咱们现在满打满算才4个人，下个月初5就是仙盟巡查使上门核查人头的日子。哎呀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还好宗主提醒了我，不就是缺个人吗？这事儿交给我了。运气好的话，不仅能给宗门拉来个人，没准儿连地皮税都有着落了。沈渊，咱们这就出发，先去办正事，再去秘境。是，小师叔。司长老，你准备做什么？我也去，多个人多份力。你走了，万一前脚刚走，他后脚就把宗门大门给卖了换酒喝怎么办？有道理，司长老和渊儿，你们快去快回，我和师兄等你们回来。小师叔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先吃2颗辟谷丹垫垫，师叔这就带你去吃席。哼，小子，感觉如何？老夫就说那个司苗只会拖累你，离开他，你的路才能越走越开。玄老说的是。叶晨，恭喜啊！以你的天资，早就该拜入其他长老门下了。那个司苗自己没本事，还耽误你。老金，你慎言。叶哥哥，你叫我们来是有什么事吗？马上就要去云雾秘境了，咱们不需要准备点丹药符箓吗？正是为了秘境之事，我打算提前几日出发，去云州转转。你们可愿与我同行？去云州？那有什么好玩的？听闻云州人杰地灵，我想着去长长见识。萧家定风珠，那件能克制秘境毒瘴的传家宝，我叶晨要定了。听说了吗？萧家和明家的大喜日子就在这2天，那可是云州首富，流水席要摆3天3夜。2家几百年前定了娃娃亲，如今明家败落，萧家为了面子才认的。小师叔，您居然认识云州的萧家和明家？不认识。那我们怎么进去？王大柱，叶晨啊叶晨，你从邪修身上抢来的请柬，老娘就先替你笑纳了。站住！请柬。王大珠前来赴宴。王大柱，这是你？不是我，难不成是你？原来是王道友失敬，这位是我侄子王二蛋。小师叔，王大柱是您的化名？怎么可能？我岂会起这么没品位的化名？那这请柬捡的。来人，上茶，要最好的灵物雨前，再来4碟点心，2只刚出炉的脆皮烧鸡，皮不脆我不吃。再准备2个大木桶，放上最好的灵泉水，老娘要泡澡。这王道友怎么行事作风跟个土匪似的？小师叔，我们这样是不是太张扬了？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？怕什么？出门在外，身份是自己给的，只有做贼心虚的人才会畏畏缩缩。咱们1不偷3不抢，心虚什么？洗澡去，晚上有正事干。小师叔，您下午说的正事究竟是什么？咱们无道宗不是还缺个人头凑数吗？我打算把那个明家的新娘子拐回咱们宗门当弟子。小师叔，那可是萧家的道侣，咱们现在吃人家的住人家的，转头还要挖人家墙角，这不厚道吧？厚道？咱们这叫人权引进，有何不厚道？
强挖双眼送后宫当挂，再把人当飞升的垫脚石。叶晨，你算盘打得真响。这只幼崽女帝，老娘今天决定了。干什么呢？今儿不见客，大小姐备驾呢。我是萧府的贵客，也是你们大小姐的好友，特意来看她。原来是贵客，小的有眼无珠。行了，你们都退下吧，我与明小姐有些体己话要说，萧大少姐特意交代的，外人不便听。前辈既然是萧家贵客，有何指教？我知道你脸毁了，眼睛也快瞎了。萧家那门亲事，你最好现在就做好被退婚的准备。你是谁？一个来帮你的人。萧家公子并非凉薄。不可能，这是两家先祖定下的婚约。明家如今侍卫，全指望这门亲事续命，我别无选择。你以为你身上没什么值得别人图谋的？萧逸若知你毁容眼瞎，只会想方设法解除婚约。你不仅做不成萧家夫人，还会被人拆骨吸碎，死无全尸。荒谬！请回吧。明日午时，你那位品性高洁的萧少爷会带着他几位朋友来查验你的虚实，那是你最后的机会。改主意了，就派人去萧府客院找一位叫王大柱的贵客，机会只有一次，过期不候。要是让我知道是谁顺走了本公子的请柬，害我们在城门口吹了2个时辰冷风，我非扒了他的皮不可！叶哥哥别生气了，若不是我们在城外耽搁，又怎会恰好救了遭遇妖兽袭击的萧三小姐？就是，那萧三小姐眼珠子都快粘在叶哥你身上了。咱们只要搞定他大哥密小易借到定风珠克制云雾秘境的毒障，这事儿就成了一半。走，去会会这位萧大少爷。哥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救命恩人叶晨。昨天要不是他们，我就要被风狼给咬死了。生没完劣，多谢3位仗义出手。在下萧逸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乃我辈修士本分。在下天眼宗叶晨。哦，天眼宗。天眼宗弟子叶晨，见过前辈。不知前辈是？在下白狄玉，我与你们玄虚子宗主乃是旧识，没想到今日在此见到故人后辈。小子，你运来了！此人乃修仙界及时雨白狄玉，人脉遍布5州，搭上他，你入中州好行宗的事便有了70%把握，那可是飞升圣地。原来是白狄前辈，晚辈出宗前常听宗主提起前辈风采，言语间颇为推崇。今日一见，前辈气度果然更胜传闻。呸！无耻老贼，编得跟真的一样。你根骨奇佳，体内气血旺盛如龙，是个不可多得的好苗子。萧侄儿，如今那天眼宗的俊杰在前，你可要多亲近亲近。既是白前辈夸赞的人，那定是错不了。叶兄，日后在云州有何需要，尽管开口。是前辈谬赞了，我愧不敢当。龙不与蛇居。你是萧家未来的家主，眼光要放长远些。萧兄似乎有心事，若是遇上什么难处，不妨说出来，或许我们3人能帮上一三。家丑不可外扬，让叶兄见笑了。白衣觉得我明日将娶的明家大小姐，有些委屈了我。哥，白衣说的本来就没错，那明家现在穷得叮当响，连个像样的嫁妆都拿不出。可你是咱们云州年轻一辈的乔主，娶那个女人简直是扶贫。灵儿，不可胡说。这是2家先祖定下的婚约，悔婚会让我萧家背信弃义。明家，萧少爷，这婚可结不得呀！实不相瞒，昨日入城，我们听到明家下人嚼舌根，说是那位明家大小姐不仅双目失明，而且容貌尽毁，脸上全是烂疮，形状可怖。失明毁容，哥，你要娶个丑瞎子回家？叶兄，此事当真？那个明家小姐想赖上萧家，让萧家养她一辈子呢。哥，咱们去看看，我们萧家丢不起这个人。好，我们去看看。今日之事，萧某铭记于心。原书里你就靠着出卖明建竹搭上了白狄玉的线，破格进了浩星宗。如今换了老娘当家，看你志得意满那死样，这口气要是不出，
老娘非得得乳腺惊生不可。来而不往非礼也。叶晨，既然你这张嘴这么碎，那为师今天就好好帮你修修口艺。明姐姐，我和哥哥刚去选了些明日大婚用的绸缎，想着离你这儿近，就过来瞧瞧。建竹，听闻你身体抱恙，这几日一直闭门谢客，我心中实在挂念。明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明姐姐，你怎么不躲啊？无妨，灵儿妹妹，我有几句话想单独和你哥哥说，能否请你先去外面稍后？萧公子，我知道这对于萧家来说难以接受，但我不想骗你。今日你既然来了，便看个清楚吧。你居然……明家如今艰难，全指望这门亲事稳固人心。只要萧公子与我结为道侣，我愿在萧家当个透明人，绝不过问公子。在人前，我会配合公子演好夫妻和睦的戏码，全了萧家众星如燕的名声。待日后明家缓过这口气，我自请离去，绝不纠缠。你既然身患恶疾，此时成婚恐怕对你养病不利，不如先把婚期延后，待我回去禀明父亲，便寻名医为你诊治，待你痊愈再说。好，那就先听萧公子的。那你好好休息，走，快走。来人！请问王大珠前辈在吗？我家小姐有请。大侄子，接着练。我先去见见未来师侄。怎么样，明大小姐，是准备跟我回宗门报道，还是继续留在这儿等着当望门寡？我已经见过他了，我主动摘下了面纱。看不出来你胆子挺大，可惜了，你是真不见棺材不掉泪。前辈此言差矣，我并非不见棺材不掉泪，我是已经山穷水尽无路可退，打开天窗说亮话。你我素不相识，昨日你特意来警告我，我只想知道前辈到底图谋什么。痛快，我就喜欢跟聪明人说话。既然你问了，那我就直说你问了。我图你的人。前辈说笑了，这云州谁不知明家大小姐是个废人？我虽是天平水灵根，但修炼如龟爬，经脉堵塞。明家已是空壳，老祖先逝，父母无音信。我这具没用的残躯，有什么值得前辈图谋的？废物？谁告诉你你是废物的？那些庸医。你脸上的疮，眼里的翳，是你的天赋太强，身体撑不住了。净琉璃瞳，听说过吗？本座乃无道宗长老，看你是个修仙的好苗子，不想让你这块璞玉烂在泥里。不过，你若舍不得这名家，无意入我宗门，那我们便是陌路人。你的眼睛如何？老娘懒得管。告辞。前辈留步！我愿假扮成您的侍女，随您回萧府。若他真如前辈所言绝情，我便斩断所有挂念，从此心无旁骛，入无道宗，听凭差遣。叶晨和萧逸这两个恶心无耻的渣男，现在这送上门的优质牛马，简直让我满意到了极点。可以，成交。哥，你真要娶那个丑八怪回家扶贫？萧兄莫慌，明日大婚照常举行。待拜堂之后，宾客满场之时，你就当众揭开他的盖头。届时你再退婚，便是顺理成章，大家只会同情你险些娶了罗刹鬼，既保全了名声，又能让那赖皮狗知难而退，岂不两全其美？妙啊！叶哥这招真是高。也罢，既然明建竹妄图高攀我萧家，也别怪我无情，就依叶兄所言。这下死心了。前辈，入宗契约在哪儿？快，沈渊，拿宗门契书来。你不怕我是骗子，把你拐去练邪功？未婚夫都想置我于死地，我早已一无所有。前辈肯算计我，说明我这具残尸还有点用处。若是要杀要剐，也是我的命。
好了，都过去了，签了字，那就是自家人。我是无道宗长老司淼，这是你师兄沈渊，叫声小师叔，师叔这就帮你把这双招子弄亮堂了。现在，小师叔，这就叫治眼睛的药引？肤浅，这叫无根水引路，赤桥破障。重要的不是药，是我的法术。走，来，喝了它。此乃我用7749种天材地宝炼制的顶级灵液，花了我好大一笔钱。小师叔太能忽悠了，真不忍直视啊！凝神静气。稳住！过去种种，譬如昨日死。你想一辈子当个任人欺辱的瞎子，还是想亲手把那些看不起你的人踩在脚下？睁开眼，看看这个世界。这是大变活人啊！这哪是地里的烂泥，分明是云端的明月。看来这一局是我小看你了。我看见了，师叔再造之恩，建筑万死难报。从今往后，建筑这条命就无道宗的。行了，别动不动就死啊活的，收拾收拾，准备出发。好，我这就回去解散明家，变卖祖产。急什么？明天你照常嫁过去。他萧逸不是想在全城人面前掀盖头，让你身败名裂吗？那我们就让他先割口。吉时到，新娘入堂。且慢，诸位，今日这堂，我萧逸败不得。我萧家向来以信义为先，可明家欺人太甚。明知明建筑身患恶疾，容貌尽毁，双目失明，却故意隐瞒不报，企图用一张红盖头蒙混过关，这分明是骗婚。萧兄所言句句属实，在下可以作证。明家小姐确实面容溃烂，状如恶鬼，想把个病秧子赖给萧家，太恶毒了。明家此举实在有失厚道，无耻之尤！为了攀高枝，连脸都不要了，太不要脸了！萧少爷何等人物，岂能娶个罗刹鬼？萧逸，你可想清楚了？今日在此地，当着全云州英雄的面，你当众发难，你若悔诺，便是对我明家最后的羞辱。这桩婚事再无转圜余地。哥，你还跟他废话什么？明建筑，别以为盖着盖头就能赖上我们萧家。揭了他盖头，让这个骗子无地自容。我若是能娶到此等仙子，做梦都要笑醒。萧家竟说是恶疾缠身，呸！卑鄙无耻！看人家没落了就玩这套，当众羞辱清白姑娘，这就是云州首富的家风。萧逸，人心难测，世情如霜。既然你萧家嫌弃在先，毁我明节在后，今日是我明建筑不要你萧逸，从此明家与萧家恩断义绝。师妹，你方才演得真好。我已将祖产变卖，安顿好老小，建卓从此再无挂念，我们可以回宗了。别急，好戏才刚开场。萧兄，莫要被那女人骗了，方才那定是她使了什么掩眼法，是邪术。
我的天，什么味儿？辣眼睛啊！快跑啊！这就是天眼宗的无上绝学吗？是谁？是谁在暗算本大爷？哎呀！来人，还不快把这2个贵客给老子拖去如厕！他想让你身败名裂，我们就让他社死当场，这叫礼尚往来。收工，走了。女守人，看看你们现在的样子，成何体统？肃静！本座闭关数日，宗门怎就乱成了这样？宗主，有人蓄意破坏。我今日接连炸了3炉玄铁丹炉，我那里的灵兽也集体狂躁，吐下血。福禄朱砂结块，几件刚修好的飞剑失控，正追着弟子满山跑呢。宗主，这绝非偶然，定是出了内奸，里应外合，意图动摇我宗根基。说不定是思米那个白眼狼，他被逐出宗门，怀恨在心，偷偷回来报复。宗主，请彻查。宗主。弟子全是按丹长老给的新丹方操作的呀！胡说，分明是你自己学艺不精。可以前这些火候微调都是4长老亲自守着的，丹阳长老他只在成丹时才来。其实，灵兽拉肚子是因为殷长老让喂过冬的油性灵肉，现在是夏季。你灵天枯萎，是因为我们不懂思米长老独创的灵气循环阵微调。朱砂凝结是因为思米长老留下的干燥符阵到期了，无人会换。不如把4长老请回来。胡闹！不过是些奇迹未渺，我等一时不察罢了。这点小事儿也值得大惊小怪。就是，不就是换个饲料吗？多大点事儿？都是饲鸟养得太矫情，饿几顿就好了。都是些低贱杂活，以后安排专人做，何必大惊小怪？宗主，依老夫看，宗门管理还是要注重细节。我镇法峰这几日井井有条，便是因为我事必躬亲，防微杜节。齐长老所言极是，你们都学学。哼，哪儿有什么离不开的人？思邈不过是一个靠父辈余荫在宗门吃白饭的废物，多余。行了，都散了吧，各自回去收拾烂摊子。师尊，宗主，不好了！虎山大阵的坤位阵眼玄玉珠灵力过载，马上就要炸了！坤位阵眼，10年一换，我把更换阵眼的事给忘了。就这儿了，离秘境入口不远，灵气也凑合。师叔，这里面灵气走向有点怪，那石头后面藏着东西。百年石髓，你这双眼睛简直就是人形寻宝旗，以后发家致富全靠你了。小沈、小明，既然大家都是自己人了，那本师叔就跟你们讲讲咱们无道宗的立身之本：雁过拔毛，兽走留皮，所到之处寸草不生。核心目标就一个字：捞。路边的灵草、别人看不上的矿石，甚至妖兽粪便，都给我打包带走。遇到那些大宗门子，尤其是天眼宗的，抢得过就抢，抢不过就跑。跑之前记得下绊子。小师叔，糊了。我去，我的天！怎么回事？我最多放多了盐，不至于毒死人啊！小师叔，快带师妹走！我是半兽之体，体内有上古凶兽血脉，我快控制不住了。小师叔，那是什么怪物？刚才巨兽云眉心精侧，我自有流浪，
经常发狂伤人。当年是宗主耗费了一半的合体期修为，才在弟子眉心布下这道锁灵阵，封印了我的血脉。那个天天想着散火分秒的死咸鱼，当年居然还有这种高光时刻。以前你在无道宗，你师父都是怎么帮你疏导这凡事的？绣花，还有数豆子，甚至拿绣花针在水豆腐上吊花，直到把全身力气耗光。我的天，文人归那老头看着苦大仇深，没想到在心理约害学上还有这种造诣。但这只是权宜之计。师父说过，若想彻底不再失控，需要一种名为镇魂压煞丹的丹药。可那种丹方早就失传了，龙心九一草我们这种小宗门根本没指望。小沈，把心放进肚子里。龙心九花草嘛，师叔不仅知道在哪儿，而且还要顺便去给你拐回一个修仙界第一峰的丹道宗师当长老。小师叔，我身上的凶兽气息太重，只怕会引发妖兽暴动。这是我娘的遗物联系扣，带上它。别墨迹，你是宗门的重点保护对象，安全第一。宗门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。听说了吗？萧家那位当众被休。还有天眼宗那3个，当场表演通天一气诀，把云州城都熏吐了，谁敢跟他们混啊？走，别让叶辰那个瘟神又缠上我们！哼！叶哥哥，我们还要进去吗？进，必须进！昨日之辱，我要在秘境里加倍找回来！跟紧我！我知道这秘境最大的机缘在哪儿，昨日之仇，今日必报！小师叔，咱们来这儿干嘛？这里连只像样的妖兽都没有。团队第一次合作，需要磨合，咱们就先在这儿练练手。那里，地下3尺有一大片伏骨草，大概100来株。伏骨草，一节毒草，狗都嫌的玩意儿。不过晒干磨成粉是炼软筋散的辅料，一株能卖3个下品灵石，100来株，300多灵石到手，开拔！右侧水洼地下3尺，6只闭眼蟾蜍。正前方枯树洞里一窝铁线蚁卵。闭眼蟾蜍180，铁线蚁卵1斤100，全是灵石，收了收了。这可是原书里男主叶辰的第2个资源点，老娘先严格按照他的路线扫货，只要剧情不偏，保证让他这一路走来连根毛都捞不着。走，下一站。黑煞宗，你们这帮卑鄙小人，竟然设伏暗算！有本事堂堂正正打一场！哼，死到临头还讲规矩，乖乖把紫阳镜交出来！黑煞宗风评极差的2流宗门，不过那对蓝衣服的法袍料子比天眼宗还好，肯定贼有钱。小师叔要帮忙吗？帮当然帮，但是不能白帮。且慢！朗朗乾坤，昭昭天日！你们竟敢在此地行凶，以多欺少，简直枉为修士！也不怕生孩子没皮眼儿？一个元婴初期也敢强出头，活腻歪了！识相的赶紧滚！道友，多谢仗义神言，但快走吧，别枉送了性命。谁说我是来管闲事的？我是来做生意的。亲，需要安保服务吗？就一个1000中品灵石，打退黑煞宗再加3000，同走无期，先付定金。当然，你们要是想雇我们反过来打他们，价钱3倍，全款支付。大师兄，他瞧不起我们，凭什么我们黑煞宗价钱3倍还要全款？我看这3人是穷疯了，在这儿拉生意，不要命了！这位道友，维护正道乃我辈修士之本分，
怎能用灵石来衡量？你这简直是侮辱正道！哼。哦，那算了，你们继续哈，我们不打扰了。成交，我们买了。金丹剑修也敢猖狂，给本座死来！喂，你们的对手是我。沈师兄，右前方3人下盘不稳，攻其膝盖。小师叔，左边那个左肋下3寸是旧伤，灵力运转迟滞。我的腿！搞定收工。前辈饶命！天律阁严禁私斗杀人，杀了我你也跑不掉。谁说要杀人了？我可是守法好公民。士可杀不可辱，给我留件衣服吧。小明，这人说他想死。这他妈是正道修士，怎么看着比土匪还他妈熟练？多谢前辈设救，在下贺兰州。只是我们出门匆忙，灵石带的不够，可否用其他东西抵？好说好说，不知贺兰小友准备拿什么来抵呢？灵儿，别看这里脏，此地生长着大量腐骨草，乃是炼制破障丹的主药。没事，蝇头小利罢了。咱们去前面那棵千年古木，里面藏着铁线蚁卵，那才是重宝。这秘境是被蝗虫过境了吗？这他妈比老子的脸都干净啊！玄老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谁在动本公子的东西？野小子，咱们遇到行家了。此人雁过拔毛，对秘境的了解丝毫不逊于老夫。放弃外围，直接去中央山谷的核心独掌区，那里有着秘境最大的造化。改变路线，我们直接去核心的中央山谷，那里有真正的逆天重宝。不管你是谁，敢动我的机缘，本公子定要让你连本带利吐出来！走。前辈，那匕首可是掺了庚金的法宝。掺了庚金还没开刃，那是半成品，得找炼启师2次加工，不用工费啊。我没收你奏州费就不错了。行了，折价4005块中品灵石，那5块零头我就不找你了，算作下次合作的预付款。诚会诚会，无道安保，竭诚服务。下次若再遇险，欢迎随时下单。在下乃中州听兰阁真传弟子。哎呀，原来是听兰阁的高徒，我就说各位气宇轩昂，气宇不凡，原来是名门之后，失敬失敬。正好我们也要往深处走，不如结伴而行。小沈去前面开路，小明注意警戒，咱们护送小贺一程。别碰，那是断肠红的半生草，看起来像灵药，实际上根部藏着尸骨虫，一口下去，你的手这辈子别想拿剑了。这是小五行颠倒阵的变种，阵眼不在中央，在离位，往那儿打。戒备，右边有极度恐怖的妖兽气息。好了，警报解除，许是路过的厉害妖兽已经走了。前辈高明，如此敏锐的感知，晚辈佩服。不过是些微末伎俩，
我也曾在某顶尖宗门担任客卿长老，但我被修士修的不只是灵力，更是心境。我追求天地本真，他们追逐的却是世俗权柄。心若被缚，即便通天，也不过是强大的囚徒罢了。小贺，看你们行色匆匆，所求之物怕是不简单吧？实不相瞒，家师被万年玄冰寒毒侵体，唯有这秘境中的紫阳精才能化解寒毒。此物确实就在前方不远处的洞缺内，不过卦象显示那是大凶之兆。凭你们这点人手，怕是凶多吉少啊！求前辈指点迷津，这500中品灵石，求您帮我们这一次。这不是灵石的问题，我们本想去别处寻药，实在是南辕北辙啊。5瓶上品回春丹，外加听兰阁的内门令，日后前辈去我听兰阁旗下任何商铺，皆可享8折投权。成交！罢了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你一片孝心感天动地，我辈修士怎能见死不救？这忙老娘帮了，改变路线，走，陪听兰阁的小友走一趟。考验演技的时刻到了，等会儿听我指挥，只许败不许折，把捡破感演出来。小沈负责挨打，小明解说，我做特效。小师叔，这不太好吧？收到。前辈，可是情况有些棘手。不错，这畜生十分棘手，你们且退后，让我们师侄3人来。孽畜，凶相无辜，好强的力道！师兄，前卫3寸有毒物扩散，这畜生在燃烧妖汉，大家小心！他的毒液能腐蚀护体罡气。前辈，我们也来助阵。别过来！这孽畜凶残，你们上去就是送死！护好自己，这里交给我们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。师叔，阵法要破了，我们顶不住了，顶不住也要顶。既然收了人家的定金，就是把命搭在这儿，也要把这单生意做完。这就是我们无道安保的信誉。小师叔，你怎么样？前辈，你为了我们，别管我，快去取紫阳精，救人要紧。前辈大恩，这是极品丹药和贵宾令，请务必收下。小友客气了。此战本作强行催动法宝，伤了根基，祖传算盘折损大半灵性，这以后可如何是好？前辈放心，我听兰阁遍布3界，以后您的物资我们无条件高价收购。前辈，这是阁中内部信徒，有绝佳资源点，救人要紧，这图便送与前辈。开工！小沈处理蜘蛛，小明把洞里有灵气的统统撬走。怎么，小师叔？急什么？来都来了，不搞点事儿怎么行？本师叔要给后来人留点惊喜。完美！一旦踩中，越挣扎越紧，没个把时辰绝对脱不开身。走，抢狗男主的下一个机缘去。叶晨，你不是说要帮我抓灵宠吗？这都多久了，连灵兽毛都没见，抓不到就把丁凤珠还我。灵儿别急，我保证，前面落月谷有只幻月狐，天生通灵，我这就去给你抓来。我倒是谁，原来是司导友，竟沦落到挖这连猪狗都嫌的灵草度日。你徒儿叶晨昨日大婚当众失庆出丑，丢尽脸面。我要是你早撞死了，还有脸在这儿刨根？说得好，骂得太对了！叶晨那个白眼狼，我真是瞎了眼收了他。
放眼宗门，还得是你撑牌面。瞧瞧这风范，那叶晨提鞋都不配。当初我要能把你收到门下，老娘做梦都能笑醒。慢着，这是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一张废纸而已，画着玩的。拿出来。这是听兰阁给的绝密宝图，有顶级资源点，可惜我们不敢去。这地图你开个价，我买了。5000中品灵石，少一个子儿都不卖。5000？你穷疯了！你怎么不去抢天律阁？不买算了。这惊天机缘，也就消失值你有朵量拿下，换了叶晨的废物，就算白给，大概也只能拿去当废纸。5000便5000，本首席还差你这点灵石，这地图归我了。消失值慢着，我免费送你个绝密消息。我刚刚在山谷深处撞见叶晨了，他们好像在密谋落月谷的上古逆天机缘，你们可得小心点儿。多谢告知。叶师弟虽然行事荒唐无耻，但终归是我宗弟子。他实力低微，去闯险境，我这做师兄的实在是不放心。所有人跟本首席走，去落月谷保护同门。施主，这全是宝贝，银杏叶、月华石，狐狸洞里灵光冲天，少说10载阳天才地宝。一鱼两吃的时候到了，代号栽赃嫁祸，用叶晨的名义拉仇恨，然后搬空狐狸老窝。小沈，等会儿摸进去，记住咱们的宗旨，寸草不存。何方鼠辈，干扰本座清修！奉叶晨老大之命，特来取你内丹，识相的自己交出来。叶晨老大，法力无边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当当当当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交出内丹，留你为谋，当当当！打不着，气死你！等我老大了，把你这骚皮扒下来做为佛！你别跑！左3步避开地刺，右上方声控技质，屏息。正前方石台下有暗格，寸草不封，收工。玩够了，不陪你闹了。叶晨老大说了，这天转凉，正好缺条毛围脖。给，这是叶老大的赏赐，接好了。叶老大说了，彻底搬成了毛坯房，连根垫子都没剩下，马上来取你狗命！来，一人一把，找个舒服的姿势。今天本师叔带你们看场年度大戏。前面就是落月谷了吧？好浓郁的灵气。灵儿，我都感觉到了，此地有极精纯的妖气，定是那幻月湖。我叶晨说过送你大礼，绝不食言。这真的是机缘之地，怎么看着像个垃圾场？这位狐仙前辈，在下并无恶意，在下观前辈风姿绝世，愿献上极品丹药，助前辈疗伤化形，只求结个善缘。在下乃天眼宗弟子叶晨。叶晨，就是你这个偷家贼！还我的尾巴！我要你的命！
误会，有话好说，我乃是去死吧！叶琛，你个混蛋！你不是说你能收服他吗？他怎么要吃人啊？叶哥哥救我！他好像真的很恨你啊！住手！叶晨，你简直丧尽狂！同为天眼宗弟子，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抢夺机缘也就罢了，竟对一只即将化形的小小可怜灵兽下此毒手。萧师兄，你瞎了吗？是这畜生在发狂打我！哼，还敢狡辩！若非你先动手，这灵兽怎会如此狂躁？今日我便要替宗门清理门户，教教你什么叫修士的德行。玄老，助我！灵犀凝神，借我之力！破！精彩，太精彩了！打得还不够热闹。本师叔得帮他们一把。叶晨，你竟然救他不救我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等好宝物归本师叔了。萧月山，今日这笔账我记下了。走。哼，平日里总摆出一副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死样，今日不还是落荒而逃？大兄英明，那叶晨平时人模狗样，没想到竟然是个连狐狸都不放过的变态。叶晨，这就是你给我的大礼。灵种呢？我都快被人打死了！叶哥哥，灵儿好害怕。少拿这些鬼话糊弄我！叶晨，把定风铃还给我！我现在就要回萧家！灵儿，你先别急，去万毒帐林没有定风珠，我们谁也过不去。今日之事，分明是萧远山那个伪俊在故意针对本公子，你甘心就这么灰溜溜的回去，让全云州的人看你笑话吗？那你保证，下一处机缘一定是真的？我发誓，前面不远就是上古真仙陨落的陨仙池，有能让人脱胎换骨的无上造化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就叫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叶晨那小子估计到现在还以为珠子在他怀里揣着呢。行了，休整的差不多了，咱们去干一票大的。穿过这片林子就是陨仙池，最重要的是那里长着9转素灵花。小明，有了这花，不仅能彻底稳固你的瞳术，还能让你修复经脉。不过想去那儿，得先过这一关万毒帐林。这鬼地方有3道鬼门关，第一是尸骨瘴气，咱们有定风珠，算是开了挂。第二是兴万幻阵，这就要靠咱们小明了。师叔放心，幻阵对我无效。小师叔，你有话直说。我身子结实，但也扛不住那么多虫子咬啊。谁让你这虫子了，大侄子？我是让你去当蚊香。师兄，该你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嚯，效果拔军啊！这待遇也就咱们独一份了。小沈，这池子里的水一滴别剩，全给我吸干。小明去采花，记住小心点，别伤了根根。
原书中狗男主叶晨靠着上古秘法实力突飞猛进，多了一张底牌，现在全是老娘的了。何人竟敢？水呢？本座的洗髓灵液呢？你们是哪里来的强盗？竟将仙池灵液盗取一空！前辈此言差矣，我们只是看着池水无人看管，怕它蒸发，便帮他换了个地方保存。这是环保，怎么能叫强盗呢？放屁！这池水乃是这方天地的灵气之眼，3000年才能汇聚这一池。本座在此守候3000年，等待有缘人，可不是给你们这般糟蹋。原书里叶晨来这儿的时候，只泡了池子，摘了花，然后就得到了宝物走了，根本没触发这个剑灵剧情。难道是因为我们做的太绝，把隐藏 NPC 给逼出来了？敢问前辈尊姓大名？既然守在这里，想必也是有来历的吧？本座乃是上古剑尊梨木所留的一缕剑灵，等待拥有大机缘的天命之子传我无上剑道。根基太杂，心思不纯，贪财好利，淘汰。身娇体弱，不够刚猛，淘汰。体魄虽好，但体内流着凶兽之血，暴虐无道，淘汰。爸，你们把水给我吐出来，我要继续沉睡，等真正的有缘人。前辈，您沉睡太久，外面的世道变了，你那套早过时了。像小沈这样能扛能打还听话的综合素质人才，外面都抢疯了。咱们玩个游戏，你若赢了，池水原封不动吐出来，倒赔5000灵石；你若输了，就得选个人认主，如何？可笑，本座便陪你们玩玩，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。左边，买定离手。再来！实不相瞒，我们乃是隐士大宗，只要你入职，包吃包住，弹性工作，未来还集全宗之力为你重铸剑神，更有3个月试用期，不满意好聚好散。既然尔等如此心诚，本座就给这小子一个机会。先说好，只是试用。小子，别发呆，借你灵力一用。怎么样，本座的实力还可以吧？现在知道谁才是大腿了吧？好师侄，以后我们无道宗的安全就靠你了。这波试用，本座倒也不算太亏。来都来了，总得给后来的有缘人留点纪念品吧。完美，深藏功与名，撤！叶晨，这就是你说的大机缘，这种鬼地方能有仙缘？灵儿放心，我有萧伯父借予的定风丹，恪尽毒瘴，这里不过是我们的后花园。叶哥哥，怎么了？不见了。定风珠不见了！你再说一遍，那是我萧家的传家宝。叶晨，你是不是故意想私吞？你就是个骗子！我没有，叶晨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岂会贪图你家宝物？萧姐姐别怪叶哥哥，钱财不过身外之物，何必伤了和气？伤和气，丢的是我萧家的宝。柳灵儿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萧凌，够了！灵儿也是好心，你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
这破秘境本小姐不待了。定风包的事，我爹会亲自上天眼宗讨个说法，分道扬镳。叶哥，没了定风珠，这毒气咱们还进吗？进，没有定风珠又如何？我叶晨这一路走来，靠的从来都是我自己。滚开！滚开啊！都稳住！活下来了，上古机缘终究是我的了。叶哥，你是不是记错地方了？不，这不可能！谁干的？到底是谁干的？别慌，雪壁有隐藏暗格，那是上古体修传承，极度隐蔽。好名字，向阳而生，霸道无骨，定是无上绝学。这是练此功，必先自宫。若不自宫，功力全空。叶哥，这代价是不是有点大？蠢货，醒醒！那玉简是劣质青钢石，墨迹钢杆，这是个假货。假货，局，这竟是个局！萧远山抢我机缘，偷我宝珠，还设局辱我，此仇不报，我叶晨誓不为人！你是想气死本座吗？竟然用本座教你的斩星诀去挖矿！很好，举重若轻已有3分功夫，记住这种感觉，无论是杀人还是挖矿，力道的控制才是。不对，谁让你用在挖矿上的？听说有个缺德家伙在寒冰巨蛛洞口设了连环陷阱，几十号人现在正挂在洞壁上大乱斗。胡说！修仙界险恶，我这是免费帮他们提高风险意识。如今像我这样无私的人不多了。财不外露，懂不懂？咱们赚得盆满钵满，出去得惨，越惨越好。到底是哪个杀千刀的干的？还在里面放幻阵，老子跟一块石头打了2天2夜。那阵法极其阴损，专追下3位，一定是魔道妖人。道友，你们也被那陷阱坑了？谁说不是呢？我们刚想进去躲雨就被粘住了，储物袋都丢在里面了。算了，人活着就好。那设陷阱的贼人迟早遭报应。大师兄，那地图是不是有问题？安全点全是4阶烈火蛛和妖兽窝，咱们全程在当外卖啊！萧远山，你好得很！叶师弟，怎么搞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？实力不济就别逞强。确实收获颇丰，师兄这份大礼，我叶晨没齿难忘。这笔账我会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哼，随时奉陪。相爱相杀，真是一对苦命鸳鸯。行了，戏看完了，咱们撤，回宗。师兄，你这是又要去哪儿？那什么，我看今日天气不错，想去后山踏个青。踏青要带着宗门仅剩的3个馒头和2张神行符。大凶，又是大凶，这是绝户卦呀！昨晚我连算3卦，4秒和沈渊那点微末道行，指定连灰都不剩了。那好，人都没了，散伙，这1人1张欠条当纪念，以后江湖路远，有缘再见。
李长寿，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我今天非替师傅清理门户不可！我怎么好像听见有人在说我的坏话？回来就好，没事最重要。机缘都是身外之物，没拿到也无妨。就是能把命捡回来，就算祖师爷显灵了。你们不知道，我们师侄3个差点就回不来了。可是有仇家追杀。不是仇家，是东西太多，我们差点被这堆东西给活活压死。疼，是真的！咱们是哪家把大宗门的祖坟给刨了吗？这可是3000年的紫金子啊！老天爷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这么多钱！四长老，你们这是把哪个大宗门的宝库给洗劫了？什么话？这都是大自然的馈赠，是有缘人的施舍。不信你问小沈。小师叔说的对，这些都是别人因为各种原因不想要了，或者暂时保管不了的，我们便帮忙回收了。灵石是几位好心道友为了感谢师叔的指点硬塞给我们的，材料是在路上捡漏的，过程很友好，大家很友善。比真金还真！咱们无道宗向良以德夫人，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给咱们宗门引进的新弟子明剑竹。弟子明剑竹，见过宗主，见过文人长老。好孩子，咱们宗门这就又多了个人气儿。快起来！这孩子资质如何？也没什么特别的，也就天平水灵根。哦，对了，我路上闲着没事，顺手帮他把那双净琉璃瞳给激活了。净琉璃瞳，上古3大瞳术之一的那个净琉璃瞳。这就是你们说的掩饰大宗？何方妖孽！四长老，这是……淡定，这是我给小沈收的剑灵。肤浅，太肤浅了。你懂什么叫大隐隐于市吗？强者从不屑用金碧辉煌的外物装饰自己。你看那大殿缺角，那是吸收天地精华的邀月台；地上这杂草，是感悟生命枯黄的悟道丛。我们无道宗修的是心。现在的修仙界顶流就流行这种简约废墟风，在贫瘠之地修出大道，那才是真牛逼！这叫极限生存流修炼法。他此话当真？然也，老夫修行数百年，早已视金钱如粪土。这房子老夫早就能修，就是不修，就是为了磨练这一颗向道之心。正是，前辈，这里虽然看着简陋，但地气好养人。哼，放心，包满意的。这是听兰阁的内门贵宾令，我已经跟他们真传仙子贺兰州搭上线了。以后宗门所有的储产，他们照单全收，买东西还打8折。从今往后，地皮税也就是卖点东西的事。祖师爷，您终于显灵了，咱们无道宗有救了！我不用去要饭了。这玩意儿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，原著里叶晨用它也就增快3倍，到了我这儿直接翻了10倍，确实是个外挂。这上古天书根本看不懂，原著里叶晨靠着玄老才解开，看来我也得物色个类似的人才，才能解开其中秘密。小师叔，吃饭了。这也太奢侈了。吃，以后这东西管够。好了，咱们该聊聊正事了。现在我宣布，无道宗第1届发展战略索会正式开始。啥玩意儿？开会复盘，要重振宗门，就得知道咱们以前是怎么混得这么惨的。老夫这些年为了宗门生计操碎了心，这每一张纸都是老夫努力过的证明。哼，欠聚宝阁3000灵石，种植灵草引发特大蝗灾赔偿款。千万法楼5000灵石，售卖符箓引发小型受潮惊吓费，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行业百草库？四长老不知，师兄天资卓绝，但遭了天谴被剥夺财运。他只要一碰赚钱的事儿，宗门必遭横祸。他越努力，咱们就越穷。无道宗振兴第1铁律，即日起，宗主李长寿禁止参与本宗一切商业及生产活动，违者停发零花钱。凭什么？我是宗主，我要发光发热。驳回。为了宗门能活过今年冬天，您老人家就安安心心当个吉祥物，每天喝喝茶，晒晒太阳，就是对宗门最大的贡献。行吧，行吧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懂尊老。现代管理学 SWRT 分析：优势高端战力有潜力，弱势穷基建差，还有个带诅咒的宗主。机会听烂阁的渠道，分工如下：
沈渊负责武力威慑，谁敢收保护费，就让他明白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明白。明剑竹，开启净流离瞳，排查宗门大阵漏洞，充当方圆百里监控雷达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人在钱在。我制定的第一个5年计划很简单，先定一个小目标，比如把隔壁富德流言的丹阳宗的市场份额抢过来1半。小师叔，咱们宗门没有炼丹师，咱们可以找其他宗门代工啊。不行，会被卡脖子。咱们必须得有自己的炼丹师和产业链。休整2日，2日后我将再次带沈渊和明剑竹出发，目标万丹门。听说万丹门门主突破，不日举办出关大典，那场面必定是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此行必有机缘，说不定能给咱们宗门挖个墙角，招个炼丹师回来。四长老，人家广邀的是豪杰，咱们无道宗并没有被邀请。别说请柬，咱们连人家山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。以前去过一次，在山脚卖腐鞋，被人家外门弟子拿着扫帚赶走了。倒是，而且我有小道消息，万丹门可能存有压制小沈血脉所需的龙心九焰草。去，必须去！别说没请柬，就是刀山火海也得闯。就算把宗门剩下的家底都卖了，也一定全力支持。若是真有那草，龙潭虎穴也得去。司长老，这些理念修仙界从未有过记载，你究竟师承何处？家学渊源，师承一个遥远的神秘的东方故国，照做就是。听说了吗？叶晨在秘境虐待灵兽，把狐狸毛都拔光了。这算什么？更劲爆的是他在萧家婚礼上当众失窃，现在外面都传咱们宗门在研究貔貅呢，真丢人！叶晨，宗主召见。叶晨了。跪下！本座可当不起你这一声师尊。收你入门不过几日，你倒是出息，把脸丢到了云州萧家，害得本座这2天连门都不想出。师尊明鉴，弟子冤枉啊！这一切都是大师兄萧炎恒设计的，他抢我机缘，下药害我师太。师兄此举分明是不把您放在眼里，他是在打您的脸啊！求师尊出面，帮弟子去萧家周旋一二。帮你解决萧家？叶晨，你是不是没搞清楚自己的身份？定风珠是你弄丢的，让本座为了你去得罪萧家，你还没有那个价值。出去吧，本座要闭关了，少来烦我。现实，这就是现实吗？很好，红鸾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赤儿为这等小人动摇道心，值得吗？玄老，定风珠和传承都没了，连新师尊都视我如敝弩，我不甘心。真正的强者从不沉溺一时之败，把屈辱当踏脚石。老夫为你指一条明路。过些日子是万丹门门主出关大典，会举办一场丹斗。你身负烈阳之体，又有老夫亲传的9转丹经，只要你在大典上一鸣惊人，夺得魁首，老夫算到你的一桩大机缘便映在那丹霞城中。届时你便是万丹门座上宾，区云州萧家，给他们10个胆子敢动你，我定要在万丹门将我失去的一切加倍夺回来。事不宜迟，即刻动身。这才像个样子嘛！四长老，妥了，全都妥了。天蓝阁把咱们的材料全收了，价格还高出1成。3万灵石的地皮费交了，连欠丹阳宗的1000灵芝也还了，咱们不用被仙王赶下山了。今日财星高照，要不咱们拿这笔钱去投资？不行，你想投资的焚间海景洞府是个杀猪盘，敢动1分钱，下个月零花钱扣光。师叔，咱们还办送柴夫的混进去吗？计划有变，硬闯不至，先撤回茶楼。大阵是5阶9龙锁火阵，靠近10步就会报警。想当年本座大摇大摆进先帝寝宫，哼，现在跟着你们像做贼，把本座的脸丢尽了。你行你上啊，去把大阵劈开，不能就闭嘴。现在是脑力时代，懂不懂智取，宝贝？
是药王谷少谷主秦子昂！天哪，那是丹王令！目标出现，这次行动代号“狐假虎威”。走去跟这位秦少主借个路。这也叫赤阳草？火候不足的次品。哼，这种喂猪都嫌塞牙的玩意儿，也敢摆在这儿，真是污了本少主的眼。师叔，那非洲好像有点不对劲，为什么是歪的？造价不菲，可惜中轴龙骨受了暗伤，要是再遇到强气流，大概率会咔嚓两半。站住！哪儿来的野修，竟敢在此大放厥词，诅咒本公子周毁人亡！年轻人，火气别这么大，在下玄乎真人。既然小友听不得真话，那就当在下信口雌黄，告辞。少主，查到了，龙骨真的裂了，就在中州隐蔽处，若非仔细探查，根本发现不了。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多谢前辈救命之恩，刚才多有得罪，还请前辈恕罪。无妨，在下说了，只是路过。火木双灵根，可惜你虽有三阳真火，却在经脉运转至关元穴时受阻。每次凝丹关键时刻，是不是总觉得后续乏力，容易炸炉？前辈真乃当世高人，晚辈求前辈指点迷津。指点谈不上，在下这次带师侄来进妖，并不想张扬。在下最怕麻烦。不麻烦，晚辈这就带您进去，无需排队。没看到贵客郎民，还不快把中门打开！前辈，此处可含清静。哼，马马虎虎，勉强能落脚。晚辈眼拙，尚未请教前辈尊号，仙山何处？名字不过是代号，你那三阳真火霸道有余，柔韧不足，刚极一折。下次凝丹试着掺入一丝雨雾之气，压一压火性。若执着于外物，你这三品瓶颈永远休想捅破。晚辈误了，多谢前辈点拨。这些500年雪灵果和药王谷清心丹，给您2位师侄当个零嘴，求前辈笑纳。俗物，修行之人岂可贪图口腹之欲？不过既然是你的孝心，小沈收下吧，别驳了秦受主的面子。那女修是谁？竟然能让眼高于头的秦少主如此折腰？莫非是哪个不出世的丹道老怪？七星草喜阴，你这株火气太重，你功法偏寒，却常年服火丹压制。如今寒毒入骨，3日内必定咳血不止。你怎么知道？神人，真乃神人啊！思邈揣测令主。累死我了！装高手也是个体力活儿。赶紧把万丹门地形图拿出来。断魂谷才是咱们此行的真正目的地。奇怪，原著里叶晨是靠萧家才进来的，现在明明闹翻了，难不成天命之子的气运变异了？小师叔，你看那边。思邈，这个失去了长老职位的废柴，怎么会出现在万丹门？哼，装的挺决绝，如今还不是落魄到要来万丹门打黑工、干杂活？没有你，我只会过得更好。这不是司前辈吗？多日不见，您怎么会在此处？看这打扮，莫非是在万丹门谋了什么脏活差事？叶道友，你认识他们？不认识，只是看着有些眼熟，想来是认错了。小沈啊，你闻闻，这空气里怎么好像有股怪味儿？师叔，我鼻子不灵。也是，毕竟不是谁都有机缘能亲临云州城，见识那一辟惊天、气冲天龙的盛况。什么云州城？什么气冲牛流？
看来司长老离开宗门后，都开始学长舌妇嚼舌根了。急了？也是，我要是当众拉，我也急。明剑竹，他怎么会跟司淼在一起？大胆狂徒！谁给你的狗胆，敢对前辈不敬？见过玄香前辈，你是哪个宗门的阿猫阿狗，也配冲撞本少主的贵客？就是，黄口小儿也敢对世外高人无礼。碧水阁怎么带这种货色进来？真是丢人现眼！秦少主慎言，我碧水阁也是正道典范，你当众辱人，未免失了风度。本少主欺负的就是你们，今日若这小子不给前辈磕头赔罪，能不能全虚全位走出万丹门，可就不好说了。这位仙子修的是碧涛心经，可你身边这位叶小友功法路数霸道刚猛，在下倒是有些好奇，不知叶小友这身本事是在碧水阁哪位长老座下修行的？该死，他在威胁我，我若敢穿帮，他必揭穿我冒充身份的大罪。叶小友，你刚才想说什么？我是什么？你是前辈高人。乖，既然知道，还不快滚！是我认错人了，牧师姐，我们走。有意思，叶晨居然提前勾搭上了穆清雪。剧情虽有偏差，但核心没变。那株龙心九鸦草和断魂谷里的疯癫丹是药不知，我一样都不能让。前辈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晚辈刚让人弄了桌全灵宴呢。这富二代怎么跟个甩不掉的牛皮糖似的？本座夜观天象，西方有一缕契机牵引，吾辈修行修的就是一个向死为生，只有在生死的边缘反复横跳，才能感悟天地的大恐怖与大自在。西方断魂谷，向死而生，反复横跳，晚辈蹉跎了岁月。今日听君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。晚辈有护身法宝30件，极品解毒丹5瓶，恳请前辈带我同去。既然你道心坚定，那便跟着吧。进了谷，一切听指挥。好一个移动补给站，不白逃白不跑。该死的司淼，该死的秦子航！若不是你们坏我好事，清雪怎么会对我如此冷淡？清雪，我一定要得到你！那丫头面色苍白，身中寒髓之毒，更是万中无一的玄阴玉体，这可是顶级的双修炉鼎，配合你的功法，能让你直逼元婴。寒髓之毒，玄阴玉体，元婴！谁？无耻小人，竟敢偷窥我疗伤！清雪，别动手，是我见你脸色不对，担心你才误闯此地。你背上的伤是中剧毒了吧？若是打我能让你消气，那你便打吧。那是寒髓枯骨毒吧？这毒若是不解，你会死的！我是真心想帮你。叶某若有半句虚言，天打雷劈！这一巴掌我记下了，等拿到灵草，看老子怎么把这一巴掌狠狠讨回来！前辈小心，这是天然形成的3才绝命阵变种，生门死门时刻在变。晚辈这驯龙盘怕是得测算半个时辰。右边死气最重，分明是死门啊！前辈不可。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，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小秦啊，你太依赖外物，落了下乘。神了，真是神了！前辈，您究竟是如何一眼看穿这阵法虚实的？莫非是天眼通？直觉，路就在那里。我想走，他便是生。伏骨虫，前辈忒好，晚辈这就祭出9天雷火珠，把这一片都炸平。慢着，炸虫子，你嫌动静不够大，引不来高阶有兽吗？小秦啊，你太心急了。上兵伐谋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让他们怕才是本事。没有灵气波动，这分明是将无上药理融入寻常凡物的返璞归真，这才是丹道最高境界啊！清雪放心，区区迷阵还难不倒我。杀败神识自理，血傲相补，生我相万生门，更再能被我借靠藏星星生门。
九转焚天，烈焰开道！多谢叶道友，刚才若非你出手，我们怕是要大费周章了。些许毒虫，不足挂齿。清雪，没事吧？那地上的古怪粉末，证明有人刚走不久。不过是个穷酸散修在碰运气罢了。在这修仙界，机缘向来是有能者居之。清雪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拿到灵草的。这什么破地儿，全是这种低贱的腐骨花，连要饭的散修都懒得弯腰去捡。前辈，咱们快飞过去吧，免得污了您的眼。慢，小琴啊，你这种思想很危险。啊，危险？大道3000，万物皆有其位。你若眼中只有贵贱之分，心便落了下乘。这一关考的不是修为，而是心性，是天道在问你。当你面对微末之时，能否守住那颗不弃之心？在我眼中，这世间没有废丹，只有废人；没有剑草，只有幽寂。晚辈知错，前辈是在以身垂范啊！晚辈这就悟道。悟道不必坐着，动起来才深刻。去，把花都收起来。是，心若不弃，腐骨亦是鲜花，这是魔力。行了，收工。前辈，我感觉我的心境彻底升华了。孺子可教，走吧，前面才是重头戏。大家小心，前面便是记载中九死一生的腐骨沼泽，长满毒花，稍有不慎。叶道友，毒花在哪？玄老，你看看这手法，是不是秘境里的那个人？手法干脆不留是同一拨人。叶小子，此人是你命中的天命克星，他总能提前一步抢走机缘。情况不妙，有个行事乖张不择手段的邪高手捷足先登了。清雪放心，有我在，绝不让恶得逞，绝不能让他抢走龙心九叶草。走，不能耽搁。三眼魔猿，前辈快退！这畜生性情暴虐，能破幻术，动起手来一嗓子能摇来方圆10里的妖兽，咱们死定了！这熟悉的味道，当年在天眼宗药园产了100年时，闭着眼都能认出来。这洞里龙纹身当灵石吃，绝对藏了不少好东西。前辈，您这饭馊了！什么馊饭？这是特制神仙快乐酱，去吧。万物有灵，只要你心怀慈悲，懂得倾听，哪怕魔猿也能感受到善意，这叫众生平等。前辈，这是什么神术？哦，我在吃的里加了特制养阳粉，帮他们加速血液循环，通经活络，这样不用打打杀杀，两全其美。前辈果然是用心良苦，不仅慈悲，还帮妖兽治病，晚辈羞愧。干活，装！前辈，这灵力波动如此晦涩，敢问是何等通天的大阵？此因果轮回阵，有因必有果，善入者必成其果。叶道友，此地凶煞之气太重，不如我们绕路。清雪莫慌，我观此地大妖早已陨落，哪怕是龙潭虎穴，为了清雪，我也要闯一闯。看来那贼人刮地3尺，却百目一疏，根本没敢进这魔猿洞。清雪，这洞里的滔天鸡眼是我们的了。看来有人比我们更早一步，
此人行事当真是滴水不漏。畜生而已，有时候智慧比武力更管用。看好了，噜噜噜噜噜噜噜！百因必有果，你的报应就是我。前辈，您方才所言的道运究竟是何物？晚辈这一路上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实在参悟不透那稍纵即逝的契机在哪儿。好重的妖气！这动静，怕是有数十头妖兽暴动，那不是魔元洞的方向吗100%是叶晨中招了，有人拖住火力，正好方便姐干活。道运嘛，不就在那儿吗？走，带你们去寻真正的机缘。嘘。前辈，那是天火宫的人，这帮土包子怎么也在这儿？原来如此，我就说原著大怪怎么变残了，搞了半天这就是传说中的打工天团啊！小的们听好了，现在代号变更，坐山观虎斗，等这5个老铁上去把怪的血条刷空，咱们再进去扶贫。哼，不想死的就滚远点！这地方是我们天火宫先发现的，识相的别在这碍眼。不对劲啊，原来不是守护受弱，是这5个倒霉蛋现在去当了开荒牛，把巨蟒打残了，技能全交，然后那个捡漏王赶到拿了人头，最后这5人去找那人报仇，结果反被杀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几位道友火气别这么大嘛，我们就是路过歇歇脚。既然几位先到了，这灵草自然归几位，我们绝不插手。真的？比真金还真。我们老的老小的小，就是来见世面的。天火宫威名赫赫，我们哪敢跟贵宗抢食吃？哼，算你识相，还不快滚！若惊醒了坛里的东西，老子第一个拿你们开刀。好嘞，您忙您的。今天这断魂谷真是邪门，刚才在沼泽那边看到一大帮丹修，人多势众的，好像也是往这个方向冲着龙兴酒花簇来的吧？是啊，冲着这边来的。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，别一会儿撞上了溅一身血，赶紧走。撤！隐去阵法，藏到乱石林里。若真有人来，让他们先去喂毒蟒。哼，咱们再来个一网打尽。秋雪，坚持住！我有预感，灵草就在前面。青雪，你看，那贼人并未到死。我说过，为了你，哪怕是刀山火海，我也一定会帮你拿到。叶道友，大恩不言谢。那是5阶玄冥毒蟒，正在沉睡。待会儿我用锁灵符主攻牵制，你们结碧涛阵协助。青雪，你趁机取草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你灵力消耗这么大。无妨，为了你，这点危险算什么？只要你能活下去，我怎么样都无所谓。孽畜，找死！小子，停下！有诈！什么？周围乱石堆后隐藏着几道隐晦的杀气，有人在这里埋伏。
孽畜受死！转！躲开！我还倒是哪路不敢见人的鼠辈，原来是天火宫的道友。怎么，自家宗门待不住，跑到这断魂谷来学乌龟钻门头凤？小子，嘴巴放干净点！这断魂谷无主，我们爱在哪儿就在哪儿。天才地宝，有德者居之。没劲。反派死于话多，主角死于墨迹，这俩凑一块儿能聊到过年。小婶儿，别急，这水都没浑，咱们怎么摸鱼？看好了。哎呦，他这个很帅。天火宫，你们找死！竟然搞偷袭，给我杀！钱！不是，我们兄弟们，并肩子上！先宰了这帮碧水阁的伪君子，再拿灵草！杀！都别打了，那是五阶玄冥毒，马上就要醒了，再打下去，大家一起为省。你有屁快放！单凭任何一方都难如登天，不如先联手宰了这畜生。至于灵草，事后各凭本事平分。哼，好，就依你。谁要是敢背后捅刀子，老子拉他垫背！前辈，他们联手了，咱们再不出手，那五阶毒蟒若是被他们斩杀，急什么？这叫各怀鬼胎。看着吧，这帮人现在脑子里想的绝对不是怎么杀蛇，而是怎么让蛇咬死对方。动手！哼，想让老子当炮灰？等你们出大招，我再摸鱼。哼！天火宫的道友，攻他7寸，我为你们掠阵。叶道友剑气犀利，还是你主攻，我们牵制。小师叔，他们这得打到什么时候？唉，这演的也太假了。既然他们舍不得打，那我帮帮他们。走你！姓叶的，你干什么？叶晨，你个伪君子，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，先杀这帮王八蛋！放屁！既然撕破脸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打！玄老，快想办法，我快撑不住了。别慌，这畜生腹下3寸有一块白鳞，是他化胶未成的逆鳞，也是死穴，攻那里！想抢人头，给我滚下来！这畜生要自爆，快掐引灵诀！让鬼魔死道友不死造福，将这股死气导向左边那天火宫的蠢货！乾坤借法，死气逆流，转！是叶的，
你干什么？送你们上路，替我挡了这一劫，是你们的荣幸。是谁算计我？滚出来！躲在暗处算什么本事？哎呀，几位道友，这是在练什么新奇的功法？怎么把自己关进笼子里了？这姿势是在拜天地。思邈，是你搞的鬼！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我不过是路过此地，好心来看看。叶小友，咱们虽然不熟，但你也不能碰瓷啊！你放屁！这阵法分明就是……这阵法吸收了5阶妖兽自爆的能量，稳固得很。叶小友要是觉得冤枉，不如自己出来走2步。无论之前有何误会，眼下我等被困，还请前辈高抬贵手，放我们出去。碧水阁日后必有重谢。思邈，你别忘了这是万丹门的地界。你若是不想把事闹大，识相的就把阵法打开，让我出去，否则……叶晨，你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还没好？你以为四海之内接你妈谁都得惯着你，还是你把这里当做天眼宗？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你如今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暗算我，简直不配为人。奇怪，怎么好像听到了狗叫？小沈，干活。是。住手！那是我的机缘啊！叶道友，阁下东西都拿了，是不是该放我们出去？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放，当然要放。不过嘛，咱们得算算账。救命之恩，精神损失费，阵法之在费，1人5000灵石好了。小明，去收账。你这是打劫！这叫合理收费，不交就看你们能不能撑过今晚了。给，老子给，算你狠！好说好说，欢迎下次光临。我身上现灵石不够，可否用丹药抵扣？只要值钱，破铜烂铜我都收。那灵条本该有我一份，若非我与毒蟒搏命，你也没机会布阵。叶小友，你还没睡醒吧？没钱还想分赃？你这脸皮是拿城墙脚气的吧？小沈，去把他身上值钱的东西全扒了。思邈，你这毒妇！过奖，论恶毒，在下还是略输一筹。刚才叶小友那一招祸水东引，可是直奔天火宫几位天灵盖去的呢。叶晨，这笔账天火宫记下了。那又如何？形势所迫。为什么我们非亲非故？别误会，前辈，这东西可不是给你的，是给那个在柳鹤镇大水中拼着损耗虚为，遥护住一村老弱妇孺的碧水阁弟子的。这世道虽烂，但好人应该有好报。晚辈慕清雪，谢前辈赐药，前辈教诲，铭记于心。小姑娘，看人的眼神好点儿，有些人满嘴仁义道德，满肚子自私利己，莫要真心错付了。极品木灵根，纯净大补，好药引儿，真的是好药引儿。前辈，但是要不然，那个为炼金药残杀数千生灵的丹魔，人人得而诛之的大魔头，轮回丹，对，为什么不行？
配比明明是对的，药性也是对的，为什么就是不容？缺了什么？到底缺了什么？这就是你研究了10年的东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炼炭。垃圾！你懂个屁！这是神丹雏形，你敢说是炭？蛇毒遇热凝固，锁死火性，里面早成了焦炭，懂吗？这味道融合了。接着，水火相融，阴阳共济，这是完美的9转逆生基液，一点火毒都没有。怎么做到的？刚才那把白粉是什么？为什么没有炸？这叫化学师承花甲，分子重组加石灰，酸碱一平，自然就稳了。分子重组，大师教我，求大师教我化学。我不收徒，但我无道宗缺个技术顾问，有极其珍惜的实验材料，你可以随便用，随便炸，没人管你。我去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口说无凭，签字画押。前辈不可，他是上了诛杀令的邪修，放虎归山，我绝不能坐视不管。哪儿来的苍蝇？再叫唤把你练成哑巴！你看他死性不改。小秦啊，你太年轻，除掉他，他脑子里的毒理药像就烂在土里了。逝者能复生吗？不能。那也不能。听过劳动改造吗？死太容易了，真正的惩罚是让他活着赎罪。让他把毒药化作良方，没日没夜的干活，创造价值。除掉他是下策，压榨他才是上策。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化魔为用，前辈高义，是晚辈狭隘了，忘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大道。行了。走人！等等，前辈，咱们就带他这么出去？这副尊容，别说认出通缉犯了，就是当老乞丐都会被打出来吧？小秦啊，送佛送到西，为了大爱，你就再牺牲一些。我看你那戒指里，好行头不少吧？我那可是万丹大典的高定流云锦啊！还行，能见人。就是这眼神不太对，一眼就露馅。此乃万物本源真经总纲，背熟了，我就教你什么是真正的化学反应。万物本源，侵害礼必崩，轻者轻也，轻且上升；害者害也，独修之道，妙啊！前辈也是化学一脉的不传之秘吗？沈师兄，这是什么功法？不知道，小师苏说的，背就对了。从现在起，你叫药无方。进了城，别人问话，你只能说2个字：或者哼。客气就找茬就哼，多说1个字，化学没得学。秦少主，大典期间不明身份者严禁入内。你们出去时是4人，这位前辈是何人？这位是……放肆！瞎了你的狗眼！这位乃是我药王谷太上客卿药无方尊者，你也敢白问？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请尊者恕罪。侵害礼必崩。这是不懂别问，尊者在感悟天地大道。姓叶的拿命来！疯了吗？此时内斗，若是引来其他妖兽，谁都别想活！老子宁愿为妖兽，也要先劈了你这个阴险小人！几位，适可而止。叶道友如今是我碧水阁的朋友，你们若要动他，便是与我碧水阁过不去。这次算你命大，有女人护着，这笔账天火宫记下了。走。清雪，多
多谢你替我解围，你的身体……回吧。清雪，我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。刚才若非你……叶道友，我想你误会了，我出手是为了还你带路的人情。碧水阁从不欠人东西。大典结束后，我们便桥归桥，路归路。是不是因为思邈？是不是他在你面前说了什么？清雪，你别被那个女人骗了，她就是个欺世冒名的废物，分明是想挑拨离间。是你我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况且在背后如此非议曾经的前辈，非君子所为。请回吧。思邈，怎么会是他？一个只会种地铲屎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把我玩弄于股掌之间？不可能！我要去问清楚，那女人欺人太甚！蠢货，你要做什么？你现在这副鬼样子冲过去，是想让整个万丹门看你的笑话吗？那我就这么忍了。忍？那个女人不过是旁门左道，2天后的万丹大典才是真正的武士后，你手握上古丹方夺魁，受万人敬仰，相信自然会明白谁才是真正的天骄。我不去闹，我会等到大典那天，把失去的一切当着所有人的面夺回来。万丹大典，思邈，慢着，前边凉亭有人，屏息，整理衣冠。收起你那副丧家犬的德行，小子，你的机缘来了。那位大人真的会来？若是亲临，这届大典的规格恐怕还要再提一提。大人的心思岂是你我能揣测的？不过，若能挑出几个好苗子，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别走太快，也别太慢，把你的丹火气息露一点出来。记住。只要一丝，要不经意间流露出不凡。紫阳丹火，站住！晚辈叶晨见过前辈，方才心中思索丹道，未曾注意此处有人，冲撞了前辈，还请恕罪。既然知道冲撞，还不快离！叶晨，原来是你啊！见过白狄前辈。古门主，这位叶小友在云州可是个风云人物，前些日子舍命救下萧家二小姐，面对妖兽群而不退，行事果决，颇有枭雄之姿啊。原来是少年英才，方才是老夫眼拙了。大典在即，你若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开口。我万丹门向来不恋扶持后辈。蠢货，要输！万丹门的底蕴在输。晚辈不求灵草法宝，只求能借练贵宗藏书阁中的几本丹道孤本，临阵磨枪，也好不辜负2位前辈厚爱。这内阁规矩森严，古门主，若是大典出几个好苗子，那位大人一高兴赐下造化，万丹门可就是头功。白仙子说的对，年轻人好学是好事。拿着，内可以下，进可去得。多谢古门主，多谢白狄前辈，晚辈定不辱命。被人仰望的感觉真好，天命终究还是站在我这边的。白仙子，此子虽有气运，但资质也就中长，您为何？古门主，年轻人嘛，多给点机会。清丽李飞鹏，谭丹阳。行了，差不多了，趁着天还没亮，赶紧溜。那姓叶的小子属蟑螂的，这大典咱们不掺和。前辈，你要去哪儿？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这丹霞城风水不好，再待下去容易破财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2日后就是大典，您走了，谁来见证本少主夺魁？本少主用的是上品地阶紫金八卦炉，大成流云诀，万年灵草，同辈之中，谁能与我争锋？是吗？那要是遇上那种穿的普普通通，用破瓦罐，平时不显山漏水，关键是个突然炸炉还能成丹的呢？
那种刚受了奇耻大辱、憋着气要翻盘的黑马，专克你们这种装备精良的富二代。前辈救我！有人要搞我！只要你肯留下帮我，要什么我都给。小秦啊，不是我不帮你，实在是我那2个师侄到了瓶颈，急需几味特殊药材，我得去寻药啊。要药材您找我呀，秦家库房包圆了。3000年地心火汁2株，极寒冰魄1000，真龙乙种龙骨粉半斤，也就是些寻常辅药。秦少主不会吝啬吧？不吝啬。前辈快传授我不传之秘。杀鸡焉用牛刀，这种基础辅导让我宗药长老代劳即可。他在丹道上的造诣，甩你800条街。你怎么知道？别问，问就是天机。记住，只教这个考点，其他的让他自由发挥。轻点，我的流云姐，前辈你要干嘛？补课。老夫给你写一孝子，背不完不许吃饭。什么？背，给我背！勉强能看，只要你大典上不脑操，前3稳了。多谢前辈不杀之恩。今天，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